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，眉毛越长越长，竟是财神给你的讯息。再忙也花5分钟看看，多人遗憾看晚了。一起来听。俗语有云，眉毛一根长，胜过万担粮。这句话到底在传达什么含义呢？从字面上看，古人认为，如果眉毛中长出几根特别长的眉毛，意味着此人这一辈子不会为吃穿发愁，财富堪比万担粮食。古时候，1担等于100斤，万担就是100万斤粮食。如果以亩产1000斤来计算，这相当于1000亩地的产量，而古代亩产可能只有300到400斤，因此1万担粮相当于3000亩地的丰收。这种形象的比喻，体现了古人对长寿和富足生活的期盼。眉毛一根长，胜过万担粮的由来与意义。在古代，人们相信眉毛长是一种长寿的象征。在影视剧或字画中，我们常常看到寿星公、财神爷等形象，他们的长眉挂至胸前，仿佛在暗示长寿与富足。正因为如此，眉毛长成为古代长寿和富裕的代表。尤其在老年人中，拥有长眉毛被认为是健康与长寿的象征。这种说法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夙愿。此外，中医经典《黄帝内经》也提到，美眉者，足太阳之脉血气多；恶眉者，血气少也。这里的美眉指的是浓密、润泽的眉毛，代表着血气旺盛；而恶眉则是指无光泽、枯萎的眉毛，象征着气血不足。古人将眉毛称为保寿官，认为它不仅能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，还是长寿的标志。因此，长眉毛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富足与健康。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待眉毛，现代医学指出，眉毛是人类面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不仅具有生理功能，还对面部美感和情绪表达起到重要作用。眉毛的生长周期是有规律的，分为3个阶段：生长期、休止期和脱落期。每根眉毛的生长期大约为2个月，而休止期则可以长达3到9个月，之后便会自然脱落。眉毛的生长速度受到性别、年龄、季节等因素的影响，通常在15至30岁之间生长最为旺盛。眉毛的生长不仅与外貌相关，还与情绪表达密切联系。眉毛的形状、弯曲度和眉间的方向都能在沟通中增强情绪表达，帮助人们在无言的状态下传递感情。此外，眉毛的结构也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，确保水滴沿着面部流过时不会进入眼睛。眉毛变长意味着什么？在人们进入老年期时，眉毛往往会比年轻时长得更长、更稀疏。这种现象的背后与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关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逐渐减缓，毛发的生长周期也会受到影响。老年人的眉毛脱落频率降低，因此眉毛的生长期延长，导致眉毛变得更长。不过，眉毛变长并不总是新陈代谢缓慢的结果，它还可能是疾病或生活方式的影响。例如，一些内分泌紊乱、压迫大脑神经的疾病可能导致眉毛突然生长异常。此外，饮食中激素含量过高也会刺激毛囊，导致眉毛变长。因此，如果眉毛在短时间内发生异常变化，应及时就医检查，排除潜在的健康隐患。传统医学与眉毛的关联。从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，眉毛的生长与人体的气血密切相关。中医认为，眉毛属于足太阳膀胱经，反映着气血的盛衰。眉毛长而浓密，代表着气血充足、身体健康；而眉毛稀疏、干枯，则预示着气血不足，可能存在健康问题。眉毛的生长状态不仅影响面容美感，还可以作为健康的晴雨表，反映出身体内部的变化。生活方式对眉毛的影响。不良的生活方式也会导致眉毛的异常生长，
例如，长期熬夜、过度劳累会使身体的代谢水平异常，激素分泌紊乱，从而刺激毛发的生长。长期吸烟、酗酒、饮食不规律等习惯也会影响内分泌系统，导致眉毛生长过快或脱落异常。因此，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不仅有助于调节内分泌，还能改善眉毛的生长状况。6. 遗传因素的影响。眉毛的生长速度还与遗传密不可分。如果父母双方的眉毛生长较快，那么子女遗传到这种特征的几率也很高。对于这类因遗传因素导致的眉毛变长，不需要过度担忧，因为这是自然现象，与健康状况无关。总之，眉毛一根长，胜过万担粮这一俗语，不仅展现了古人对长寿与富足的美好愿景，还通过眉毛的长短粗细，暗示着人的健康状况。在现代医学和科学的角度下，眉毛不仅是面部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还在沟通和情绪表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控眉毛的生长状况，从而掌握自己的健康与命运。同时，除了我们可以通过眉毛看未来财运，我们还可以通过额头、耳朵、眼睛等等来窥测未来财运。比如额头的10种纹路，分别代表着10种命运，看看你是哪一种。1. 额头川字纹。额上有川字纹主长寿，即使身体偶尔也会生病，但总能平安度过。生活之中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，也总是能够逢凶化吉。同时，川字纹的人心有乾坤，为人十分霸气，心胸宽广，因此这种人注定是成大事的料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额头的川字纹不宜过长，过长则刑克父母家人。如果额头的川字纹若长在印堂处，为吉象，主人宅心仁厚，心地善良，懂得照顾别人，且知恩图报，是个非常负责的人。平时稍加努力，将会获得较高的地位和财富。2. 额头三才纹。额头的3条横纹称作三才纹，这种人天生命很不错，他们跟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较深，因此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得到六亲的鼎力支持，所以这种人比较容易成功，一不小心就会挤入上流社会。3. 额头王字纹。额纹呈王字，多为贵相，这种人有领导力，做事能力出众，在公司里面身居要职，位高权重。4. 额头天柱纹。额头有天柱纹是属于富贵之纹，这种人头脑精明，总是可以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致富。5. 额头偃月纹。额头上有3条纹痕均向上，弯成月牙式的弧形，在相学上称之为偃月纹。具有这种纹路的人，性格很好，心胸宽广，因此事业上很成功。6. 额头仰月纹。额头仰月纹，具有这种纹路的人家境较好，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长大后更是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一生事业顺利。7. 额头交叉纹。额头上长有交叉纹的人，运气较差，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太顺利，并且这种人容易被小人利用和陷害，一生灾难较多，难以有安稳的生活。8. 额头悬针纹。2个眉毛的正中央有一条纹，这条纹为悬针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性格比较偏激，做事容易陷入死胡同里走不出来，因此今生容易大起大落，事业不是很稳定。9. 额头折曲纹。额头折曲纹也叫蛇形纹，面相上这种纹路主凶，这种人命运多舛，容易遇到困难和挫折，所以今生过得十分不容易，很容易陷入困难的泥潭中。10. 额头八字纹。额头有八字纹的人，一生十分忙碌，不过收入颇丰，尤其是晚年，家境富裕，尽享天伦。同时，额头有漩涡的命相，有什么说法？额头上有漩涡，可不是像我们脑袋上有旋那么常见的。如果我们从面相学来分析这种额头上有漩涡的人，那么这种人的命相是好的，
还是坏的呢？这种人的面相在相学中有什么样的说法呢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一、漩涡个数与命相。很多人头上都有旋，但是如果旋在额头的话，那就很麻烦了。首先，它会影响你的发型，很多女生都是因为额头有旋，不能留刘海，而且还会让额头的头发变乱。其次，额头上的旋还会影响运势，又被称为牛头旋。一个头旋的人，性格中正，没有偏私，做事积极而严谨，不会轻易做出格的事情，往往成为一个集体当中的领导人物或者决策者。两个头旋的人性格耿直，只知进不知退，顽固而不知道回头，能够做出一番事业，但是由于性格不好，也有失败潜伏。三个头旋的人，这样的多的头旋会导致他的性格不稳定，做人阴晴不定，处朋友好的时候如胶似漆，不好的时候是同水火。所以这样的头旋面相人很难有一个稳定的事业，适合做短期工作，这样才能有所发展。二、额头有漩涡命相，在一些地方有双旋滚鸡蛋，长大做大官之说，就是说头上长着两个旋，且相隔较远，中间能滚过去一个鸡蛋，此小孩子长大能做上大官。三、有漩涡的人发型，一般情况下，单旋的孩子头发的纹路比较顺，剃起头来比较好剃，孩子也就不大因剃头发而哭闹。双旋的孩子头发的纹路不太顺，特别是两个发旋之间的部位，剃起头发来比较难剃，且较疼痛，孩子一提起剃头就哭闹，大人就用双旋做大官来哄孩子，久而久之就有了以旋测未来之说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